张启、孟海臣，这位是航空委员会的邵副主任。邵副主任这次来呢，是为了11月17日空战一事做重要指示。民国29年11月17日，韩光中队队长张启、副队长曾念桥、队员孟海臣，在没有上级下达作战命令的情况下，抗命起飞作战，有违中华民国战时军律以及《陆海空军刑法》第27条、第47条之规定。队长张启更是将其上级长官挤压于塔台，其行为尤为恶劣。今奉中华民国航空委员会军法科之令，扣押张启、曾念桥、孟海臣3人，不日送军事法庭会审。张队长，今天这个场景是不是很眼熟啊？邵副主任，这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张启他们以3敌11，还击伤了对面4架战机，这是大捷呀！怎么还送军事法庭做会审呢？唐教育长，航委会对空军军官学校的军令是什么呀？我这有记录。当天你下达的命令是命令洞拐5立即返航，这个洞拐5是孟海臣的座机。其次，张启申请韩光中队请求出征，你的回答是2架零式还在，请求驳回。我的阐述一字未差吧？肚子旖旎。抗命冲天是我一人所为，与教育长还有其他人无关，不只是队长，还有我。还有一个曾念桥，先把他们俩带回去，等找到了曾念桥，一并看押。张队长，这是我们第3次打交道，我呢有一种棋逢对手的快感。这回我有足够的把握送你成人，但究竟要不要弄死你，只在我一念之间。你我都是明白人，不妨直说，武丁甲这个东西与你这样党国精英飞行员无关，不妨帮我找到他，我也好和上级有个交代。至于你之前的所有罪行，我都可以帮你摆平。我保证，不仅给你和手下自由，还会给你嘉奖，还你英名，如何呀？当年金之烈托付的不是曾念桥，而是你。我知道武丁甲就在你那里，你想保护他和与他有关的人。但如果你要是不够聪明的话，不仅曾念桥和孟海臣会陪着你殉葬，连与武丁甲有关的所有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包括孟家人。如果你敢动他们，我保证，你会比我击落的那些日本战机死得还难看。党庆，
起立。坐。11月17日，张琪等3人违抗军令一案，现于空军军官学校设临时军法会审庭。本审判长代表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持开庭。本案在昆明发生。白飞督办乃党国委任于昆明地方事务负责人，故本案请白督办督审，并由航委会军法科副科长兼空军军官学校政训处处长陆子怡作为审判法官之一，代表本庭向被告人提问。白督办，您看，陆处长，请。唐时珍没有来。我爸昨晚打了一晚上电话联系，说咱们今天直接找黄主任，不过他说没把握。到了再说吧，5分钟之后起飞，到了重庆原地待命。是。通知商务坝机场给我备车，落地我就走。是。被告人张琪，近半年来，昆明的空防政策是什么？避战，严禁升空，仅以多种警报及地面防空力量加强防守，避免无谓牺牲。那你是否多次公开表达过不满？近半年来，敌军屡犯豫南上空，我军因畏惧、退缩，采取避战政策，导致国土受损，百姓受难。滇缅、滇越线屡次瘫痪，滇缅线上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汇通桥被敌军派出上百架次狂轰滥炸。1112空袭，昆明损失惨重，百姓死伤无数。以上种种，皆是因为避战导致错失战机而致。我本人多次通过正常渠道向上反映，明确陈述意见。此政策乃中央航委会为保存我军实力而下达，其目的是为了保存我军力量，在合适的时机殊死一战。张启奉命，率韩光中队保护昆明上空。11月17日，在判断敌军将对昆明展开无差别轰炸，我军军事基地、战斗物资、军民生命皆在其轰炸范围内，生死一瞬。倘若张启不下达作战命令而延误战机，那么西南战线即将功亏一篑，党国空中防御还何谈将来？由此产生的所有责任，卑职愿一人承担。审判长，从被告的言语可以清楚判断，此人藐视航委会政策，无视上级，为所欲为。11月17号当天，率领所部抗命升空，确系有意违背军令。当日，现场第一指挥官为空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唐时珍，其下达命令准确无误，命令洞拐5立即返航，且驳回被告人张启出征之请求。然，张启率领曾念桥、孟海臣3人驾机升空，明显违背军令，且张启负主要责任。审判长，陆处长，我看航校的唐教育长也是主要证人。
可惜他今天不在庭内呀，没有他作证，这个结论只怕是下得太早了吧？白督办，当日证据，塔台的3名地勤人员可以分别作证。陆处长有所不知，吴家坝军事机场的第一指挥官是唐教育长，我怎么不记得下达过不许战机升空保卫昆明这样的命令？白督办，会不会您这么大的事情，我不会记错的。陆处长，暂缓下结论，继续听取证据。好，请韩光中队队员孟海晨出庭作证。海晨怎么是证人？孟海晨，知道违抗军令是何罪吗？是死罪。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现场指认张启，我就可以为你转成证人。我不会指证我的队长。好啊，那就看看自己的德行。孟海晨，当天你是奉谁的命令起飞的？奉队长之命，作为巡逻战机，诱导敌机群进入浮油炸弹群。浮油炸弹。这个浮油炸弹，在之前的空战中可有先例啊？没有。没有。那我倒是很感兴趣了。这是谁的提议？是队长。张启。那张启提出浮油炸弹的建议时，队里有没有过反对意见？原话是：浮油炸弹在重庆上空仅用过2次，便为航委会明令禁止。这话是我说的，但浮油炸弹在作战中确实起到了决定作用。坐下，不准说话。是，陈作战官是说过这话。但我们这个浮油炸弹群已经经过安全改造，可避免原来如证人所说，11月17号当天，张启首先违背了航委会禁止使用浮油炸弹的命令，其次又违背了乌家坝机场的避战令。孟少尉，我再问你，当日完成任务，按照唐教育长的命令，应该立即返航，为何又再次升空？这又是谁下的命令？你现在有2个机会：第一，张启和曾念桥一起死，再加上你这个垫背的；第二，张启一个人死。自己好好想想，该怎么说。是我下的命令。看来，陆审判官作为高层指挥官，不太了解我们前线作战的层级管理啊。我的直线上司是唐教育长，而孟海晨和曾念桥的直线上司是我这个韩光中队的队长。他们听从我的阵前命令。倘若下达作战命令，他们赶不起飞，我有权直接击毙临阵脱逃者。所以，我负全责。11月17日，曾念桥驾机释放浮油炸弹，孟海晨为巡逻战机诱导敌机群，是受命于我。
返航途中，也是接受我的命令升空迎敌。教育长只让我承担升空之责，这一点可以求证在场证人。审判长，这一点倒是与其他证人证词相吻合。孟海臣，你可以退庭了。升空作战我是有责任的，不是队长说的那样。立即退庭。哎，不妨让他说两句吧。不过我有些累了，先休个庭吧。休庭。若是损失了韩光中队，对我们云南的空防是极为不利的。那，督办您的意思是？唐世珍不会放着张琪不管，肯定会有所行动。咱们就一个字：拖。好，督办您近日身体也是过于劳累了，我这就去通知庭上，让他们多休几回庭。我要看看教育长跟我有没有默契。11月17日那天，抗命的绝非队长，我也违抗了命令。动拐5油量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10分钟续航，我没有听令返航。民国27年，韩光中队用几乎全队覆没的代价在杭州抗命，保护杭州百姓。半年前，韩光中队队员曾破山抗命，是为了不伤害地面百姓，错失迫降时机，与战机一起陨落。我抗命，是为了击落敌机，保护百姓。如果因为我们抗命就判队长有罪，我不服，我要申诉到底。陆处长，我想提醒你一句：韩光中队是我昆明空防倚仗的长剑。今天这个审判若是乱了军心，那我们大家都吃不了兜着走吧。白督办，请看这份资料。孟海臣，你在加入空军学校之前是做什么的？我再问清楚一点，之前你当过兵吗？当过。什么兵种？哪支军队？驻扎何处啊？陆军，国民革命第29军37师，学兵训练团。民国26年7月驻扎北平、南苑。你明明是陆军，为何又改成了空军？我受伤了，学兵团也没有编制，解散了。受过伤，伤在何处啊？孟海臣，我再问一遍，伤在何处？我是背部的伤，是在逃跑中中的弹。对，我是个逃兵。是我在接到军训团教育长张寿龄下达的各大队全体撤出的命令之后，跟学兵团们自行突围，背部中弹。是我们被迫放弃了北平，把数百万百姓扔给了日本人。在那之前，我们的军队放弃了东三省，是不是逃兵？在那之后，我们又丢掉了半个中国，这是不是逃兵？自民国20年到今天，日本侵我国土已有10年，我们的政府却迄今未对日本宣战，
迄今仍在和谈。七七事变，中华民族的全面危机，竟然并非发生在边境，而是在北平，竟然在我中华民族卧榻之上，容他人肆虐，这是不是屈辱？丢盔卸甲反而升官，英勇作战反被指控有罪，这是不是最大的屈辱？我承认，我的确是个逃兵，但11月17日一战，能因抗命而驱离敌机，我便死而无憾。庭上，我孟海臣自认有违背军令罪，但愿与队长一并接受军法处置。这一回，我绝对不再做逃兵。说得很好，但是与本案无关。你究竟是不是逃兵？1117结案之后还会接着审，但是今天在这个庭上，你根本没有资格来搞煽动，把他押下去。你们寒光中队每一个人的资料我这里都有，你们做过什么？你们自己清楚，不要在这儿全抖出来，带偏整个审判的方向。曾剑桥，这是什么东西？这是西山号的飞机残骸。虽然张启利用西山号的骨架重造了一架西山号，但仍有部分残骸存放在第9飞机制造厂。西山号是谁的战机？怎么坠毁的？请向本庭陈述。战机西山号，飞行员曾破山。该战机于民国30年428空战中油量耗尽，坠毁。那曾破山人呢？飞行员曾破山因迫降过程中失去跳伞高度，与战机一同坠落，阵亡。西山号是因为燃油耗尽而坠机，但曾破山阵亡了。据我所知，霍克3有一正一负2个油箱。我看过记录，以他们的制空时间和燃油，不应该呀。西山号摘掉了副油箱，是谁摘的？曾破山吗？不是。擅自改造战机，有经过航委会的允许或是唐教育长的书面同意吗？民国26年，第4大队高志航大队长就曾经改造过霍克3，否则根本不会有814大捷。队长改造战机，虽然没有航委会和教育长的书面批准，但是上面都是默许的。默许？默许可以当作证据吗？若不是摘了副油箱，西山号不会坠毁。党国耗巨资培养的飞行员曾破山不会殉国。而张启，身为队长，不致力于保全飞行员和战机，却私自破坏昂贵的作战武器，所谓何来？庭上，这值得深思啊！摘掉副油箱，是为了降低自重，提高空速。霍克3本身就是有缺陷的机型，是一种性能低下的战机。寒光中队数度空战，
都是以少敌多。若没有队长的改装，根本与日机无法抗衡。1117一战，我们可以击伤一架零式，靠的就是快速的空中机动。陆审判官所言，非但非队长之罪，反倒是我队长之功。我只知道，依据中华民国战时军律和陆海空军刑法，此行为为战时毁坏军用设备罪，且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依据律法，最高可与战时违背军令同等之罪。综上，1117一案中，被告人张启战时违背军令，人证物证一应俱全，且自民国26年起便对我军军用设备进行破坏，依照中华民国战时军律和陆海空军刑法，进行罪行之确认，罪名之成立。现在休庭20分钟，稍后宣判。张启，法庭上的情况你应该很清楚了。战时违抗军令罪和破坏军用设备罪，你跑不了。所以呢？一旦罪名成立，就2个字：枪毙。你看看你呀，青年才俊，一表人才，又英勇善战，国之栋梁啊！就这么灰头土脸的死了，不憋屈吗？是这样，之前我答应你的条件依旧成立，只要你配合我，一会儿在庭上，我定会找回你的清白。航空委员会的法庭被你操纵于股掌之间，又或者说，航空委员会的法庭能被你这样的人操纵，难怪中国的天空会被日本人瓜分成这般模样。我就知道张队长是人中龙凤啊，一眼就看出我陆某的能力，操纵倒是算不上。但是，我倒是有个好主意。若张队长愿意将5丁甲归还于陆某，陆某定会力推张队长进入航委会。你父亲捐飞机、捐公路，是举世公认的爱国富商，你又是个爱国将士，进入航委会，正好一扫重庆那边的萎靡之风。当然，我明白，你一心保疆卫土。但仅靠一个寒光中队，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你要去更高一层，这样才能实施你那套你要战便作战的主张。意下如何？那你知不知道？除了你要战便作战之外，我张启还有条主张：弹将无方。只识公理，不识时务，从不与豺狼做交易。好，你有种，那就交由军法处置。
请证人曾木。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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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启，请。证人，请坐。证人曾木，富华大学理学院工学院教授，第9飞机制造厂的特聘技术顾问。接下来我将放一段录音，您听仔细。西山号控制高度，将飞离市区。西山号，我命令你立刻降伞。油箱震破，机翼着火。这是428空战西山号最后与塔台的通话记录。曾教授，改造西山号是您一手主导的吗？这是我儿子的声音。证人，请回答问题。是否是您一手主导的？是。您自民国26年9月起，历任中央飞机制造厂第9飞机制造厂特聘技术顾问，又是富华大学航空动力学专业的创始人。我想请问，刚才的那段录音，您对西山号的坠毁原因有何判断啊？西山号摘掉了副油箱，空中滞留的时间就会缩短。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空中续航，就得提升燃油的辛烷值，所以我在燃油里添加了烷基醛。可否说得再清楚一点？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不学无术，就是防爆剂，就是那种为了防止油温过高，发动机爆震的那种。不过看来，曾教授的防爆剂并没有起到作用，西山号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坠毁的。曾教授，驾驶西山号的飞行员是令郎吧？很同情你。西山号的坠落，可能与飞机的改造有关。西山号的改造，摘掉副油箱是您的主意，还是有人给您下了命令？在改造之前，张启是否出示过高层同意改造的手谕？什么乱七八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要害怕。陆子夜，你别为难曾教授。改造战机的命令是我下的，战机也是我亲手改的。你闭嘴！不是他的错。战时越级决策，恶意诓骗技术顾问，私自改造战机导致战机损毁，同袍曾国山阵亡。张启，
你这是暂时有意毁坏军用设备，你这是放屁！张启，设计改掉副油箱跟这件事没关系，是我弄错了顽疾钳的配比，是我的错。请注意你的言辞。我是实事求是。我问你啊，什么叫暂时损坏军用设备？哎，但凡有点脑子的人，他们都知道，这不叫损坏，这叫改造。你们买的那个霍克3飞机，那就是美国 Cox 公司改造款。怎么？那美国 Cox 公司也是毁坏军事设施吗？一派胡言！你是干什么的？懂科学吗？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失误导致曾国藩死亡？你儿子屈死，你就不伤心吗？我伤心呐！我伤心，国民党里怎么会有你这种人，不顾事实、颠倒黑白之人？至于我儿，他打当兵的那天起，我就将他许国了。哼，大丈夫许国，求人得人，父何痛为？他也是我的孩子，他的命运早晚也是这个结局。我给他的棺材板都背下了。你这种人，怎么会配跟他相提并论？无耻，小人，老糊涂！把他糊涂死！先生，怎么着？怕我说话吗？啊！别动！别动！先生，宋主任，老师，他是即将赴死之人，你凭什么审他？奸佞当道，国民党重用你这种小人，就是自取灭亡。袁崇焕是怎么死的？大明朝是怎么亡的？我念你是个读书人，你大闹法庭，有失你的体面。我会向你学校如实汇报。我治学不严，做人有悔，我早就没脸教书育人了。今天有你这样的小人去揍我一笔，我这个辞职书算是白写了，正合我意。跟他干！败类，不偷东向贼，去看。先生，各位审判官，张启作为428空战的执行指挥官，已经发现西山号的坠毁，并不是因为改造问题，而是跟其他战机一样，遇到了燃油问题。此事我正在调查，请给我时间厘清责任，绝不能让无辜的人受害了。万老板，哟，白小姐，您来了。我的布料到了吗？早就到了。来，您2楼请，2楼请，2楼赏木。来，小心脚下啊。哎，走。哎，白小姐，里边请，里边请。好嘞，好嘞。老万同志，白振中同志，我现在代表中共昆明地下党组织负责任，交给你2个任务。请说。看一看，来，大家来为韩光中
中队写请愿书啊！看一看，韩光中队蒙冤空战英雄落难。看一看，来，大家来看一看，快看，大家看看，大家还记得以1敌8打下日本飞机的大英雄吗？这些都是他们的亲人，他们现在牺牲自己救了我们，反而被腐朽反动的委员会给抓了。大家应该为韩光中队请愿，救救他们。我不只为我的胞弟、我的亲人们而鸣冤，更是为了韩光中队的英雄们而呐喊。如果把他们困在囚笼里，那谁来拯救我们？是那些躲在背后陷害忠良的蛀虫吗？各位，1117空中一战，大家都亲眼看见了，这是任何谎言都无法掩盖的事实。各位乡亲父老们，是韩光中队救了我们，现在让我们来保护他们，为韩光中队请愿。查斩编独立中队韩光中队长张启，虽屡有破敌，建有军功，但个性狂妄乖张，军律不整，且同情共党，立场不稳，不适合继续留在空中作战部队。自即日起，保留军籍，取消军衔及职务，转入本校机械科，继续接受内部政训审查。韩光中队各队员并入其他大队，现役霍克3战机逐批退役。我会马上调离你离开昆明，远离陆子瑜。我告诉你一句话：他查你，你就查他。他这个人也不干净，一查就会倒。如果你查到证据，告诉我，我绝不会放过他。是。张启遵令。教育长，张启追随教育长7载，下次见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我走了，教育长，保重。老伙计，你也要退役了。什么时候咱们再最后飞一次？对不起啊，总让你替我担心。别那么说。这不是你的错。你的伤还没有好完全，天气还这么潮湿，这一次能不能让我陪你去啊？我会洗衣做饭，我可以照顾你的。只要我还在，所有的家务都只能我来做。我要我的海棠，永远是那个快乐的。会发自由宣言的小姑娘。张启哥哥走了。爱上飞鹰的人，注定要习惯分别。
们坠机前是在野芒山头顶。百里野芒山，千里乱坟岗。此场这么混乱，果然名不虚传。又回到老位置了。哎，这蚊子比P4林狗大。走了。哎，好点了吗？这是恶性疟疾，这病我知道，还会复发的。咱们在哪儿啊？啊，对了，我包呢？在这儿，给先生的资料。保护好的。你先休息，一会儿咱们再出发。好。そう年kyō中国の操縦士あそこだ殺すな向こう探せあとはついてこい队长，我枪里应该还有一颗子弹，把它给我。没想到你还清醒。给我，把它给我，给我，把枪给我。中国，我被扶持空军，还没到最后一刻，怎么能轻言牺牲呢？张卢同志，张卢同志。张卢同志，我们不能都死在这儿。我现在以空军军官学校中共临时地下党支部书记的名义命令你，马上带着资料离开，啊！不合理的命令，我什么时候听过？队长，队长，队长，那这样，我们有纪念币，你要是输了，马上离开，行吗？啊！你要是不走的话，我立刻开枪。报告。拿回去，我们都是军人，愿赌服输。好，我跟你赌一把。好。这是二哥的纪念币，你帮不了我，用我的。
今年白日，航空救国，选一个。好吧，好，我选。没得选。川添探せ。宁乔，没事了。死不了，队长。你可真行。队长，把我放下来。你为什么不听命令？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把二哥活着带回去。你觉得二哥现在能看见咱们吗？能。我还没问你呢。后来你是怎么回前营的？念乔哥哥，你喜不喜欢我？我喜欢的。那是哥哥喜欢妹妹那样，还是启哥哥喜欢海棠姐那样？钱呀，其实我还没来得及跟他说答案。如果我们能活着走出野芒山，我一定会告诉他的。是啊。如果能活着回去，爸，怎么还没休息啊？怎么了？没事儿，爸爸来跟你聊聊天儿。坐。坐。喝茶吗？啊。海棠。这几年，爸爸一直欠了你一个道歉。当时，爸爸不该擅作主张，把你的志愿给改了。虽然你后来还是选读了这个师范，爸爸心里非常的欣慰，但是还是要跟你说，今后啊，千万不要因为要顺随谁的心愿，就委屈了自己的人生，啊！读师范是我进士之后的心愿，我想跟您一样，做一个一身傲骨、两袖清风的先生。所以您不用觉得我是为了谁而改的心愿，这是我的心愿。爸，你知道吗？小时候啊，我总觉得只要是跟父母作对，就是自己变得有力量了。长大之后才知道，
是您跟妈妈的宠爱，我才可以这么调皮任性的。您跟妈妈是世界上最爱我、最疼我的人。你的小海棠长大了。哎呀，这时间过得太快了。爸爸说这些年话啊，特别不想让你们长大，还像小时候那样多好啊！海棠，不管你长多大，都是爸爸的心头肉。必须的。你是家里的长女，假如我是说假如啊，爸爸那天不能陪在你们身边了，你一定要把妈妈和弟弟照顾好，啊。怎么突然这么说？嗨，这聊天聊到这儿了吗？你妈呀，嫁给我30多年，把全部身心都给了这个家。没错，她不识字，但是她懂人心，识大体，疼你们姐弟俩，懂我。哎，好在啊，有她操持咱们这个家，我才能没有后顾之忧的把一颗心投到浮华，投到学问上。其实爸爸这辈子呀，委屈你妈妈了。爸，您一定有事儿，到底怎么了？没事儿。要说有事儿啊，就是爸爸老了，爱叨叨。哦，对了，明天啊，爸爸要出趟门，过几天就回来。啊，走了。啊，你记着啊，关照好你林伯伯，就他那脾气性格呀，今天上午跟一帮当兵的起了冲突，挨了一顿揍。我去看看他。呀，都几点了？早休息了，要看明天去看他，啊。好吧。爸爸走了。让爸爸抱抱。早点睡，晚安。爸，您到底怎么了？老了呗，爸爸多愁善感了。早点睡。
然，你今天太不对劲儿了。跟你结婚了30年，你从来就没有进过厨房干过那些活儿。你一定有事，你想瞒着我，一定是大事。当初是老人许的婚，我没知识，没文化，不识字。我知道你娶了我，也许你觉得憋屈。平时你也不爱跟我说话，哪怕说个话也没个好声好气儿的。可是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知道你心里有我，我心里也有你。如果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完整的家。咱们家缺了谁都不成。爱雪，你才是咱们家的主心骨。来，吃面。我不吃。我肯定煮熟了。老孟，你一定有大事。你说实话。我跟你说了，你可千万别激动，啊，千万不能让海棠知道。张琪跟念桥让日本人给抓了。什么？哎呀，小点声儿。他们现在是安全的，日本人啊，派人过来送信儿，让林教授过去跟他们谈判。咱还不知道林文月那个人吗？他这个人一辈子没弯过腰说过软话，如果他去谈判的话，那3个人全交代在那儿了。那你的意思是你想去，你去就能解决了？是这样，海棠等了张琪3年，如果张琪出点什么事儿的话，咱们海棠怎么办呀？还有啊，现在曾教授不知道他在哪儿。如果念桥出个事儿，今后跟曾教授见面，我怎么跟曾教授交代呀？最主要是那个林文月，啊，现在那个阴代历法考那个学术研究啊，现在只有他一个人能完成了。他是国宝，我不能让他出任何差错。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跟你说，你说这些道理我都懂，可是我不希望你去。你是咱家的顶梁柱，要是有什么事儿，咱把家就散了呀！散不了，散不了。你是最识大体的，这个事儿，我现在这个时候只有我去是最合适的。哎呀，这么多年出了大大小小那么多事儿，每次不是都全身而退，安安全全的度过去，是不是？你要相信我，我一定会想到办法，把他们平平安安、毫发无损的给带回来。我不相信。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不信。可是我要你安安全全的和孩子们一起回家来。我一定会的，我一定会的，肯定会的啊！会的，会的，相信我，相信我啊，相信我。慢点。哎，念桥，
念桥，歇一会儿，歇一下。娟娟的伤口都快烂了，没粮没药，再走不出去就真的完了。这几天没什么太阳，观测不到北极星的位置，但昨天晚上我观测到先后星座可以反推北极星的位置。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一直朝着这个方向，迟早可以走出夜蟒山。我就怕念桥和君言等不到那个时候了。是，前面有动静，看着他们，我过去看看。好，小心啊！看到那个树堡了吗？应该是第一次远征军留下来的，咱们利用它打个伏击战。不反对。日军的人数是我们的2倍，而且他们全都有枪，我们只有2条枪，还有我们2个残兵，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我觉得最好的方案就是不要跟他们正面冲突。本次行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剿灭日军，而是为了抢夺医疗箱。我来布置作战任务。队长，这不值得。我的目的就是要把你们活着带出夜蟒山。至于值不值得，我说了算。战子，你下命令吧。好。那咱们就来个丛林版的飞行秋千，我来做诱导器。機体が墜落したんだ。手伝ってくれないか？仲間がな、まだ機体の中なんだ。頼むお願いだ。中国人操縦士を捕まえれば大手柄です。うん。機体の中に地図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見に行ってみよう。陈先生，你的任务是干掉领头的，我们是齐心火力。树堡里面有水泥，可以暂时挡住子弹，但是一旦交火，你很难射准，所以只有一次机会。
打准。阿基达！真正的杀手埋伏在这儿，从两边伏击。王君言，你身上有伤，能不能做到？你真的只是个机械师吗？我是寒光中队中队长。右兵呢？8点钟方向。伤口裂开了呀！曾长官，你要不要去看看张队长？哎，念桥，念桥，念桥，曾长官，念桥，念桥，念桥。父亲，爹，我带破山和您回海伦城见我娘。念桥，这样，来把药吃了，上去。好，好了，没事了，别带呢，别带呢啊，没事了，没事了。好，没事了。僧兄，没事，3年了，我还以为你以为我死了。见到你真好，真好。我的命大着呢。来，从这儿上来。哎呀，看看，看看。你们看吧，这个是发动机的实验室。大师。啊，好。怎么样？这就是孟伯伯给您建的废氢实验室啊！哎，
你不要把功劳都归到这个孟中堂身上，那还有白督办出的钱。这个地方虽然小，但是五脏俱全呐，而且，它是建在地下，安全。先生，这是涡轮发动机啊，进气道、燃烧室、涡轮、尾喷管，这属于热机。它做工的原则是在高压下输入能量，低压下释放能量。是。哎，队长，那不是你之前写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吗？用上了。有没有可能再加一个加气燃烧室？你说什么？就加在涡轮跟尾喷管之间。要增加推力，就必须增加温度和增压比，这样就会消耗很多动能，油耗会大得吓人。不过这些年，先生一直在琢磨这个，也一直在研究桐油。队长，你这些年也在寻思涡轮发动机的事儿，你当了3年机械师，也是为了这个吧？哦，对了，父亲，这些是我这些年搜集的国外最新机型的资料，您看看有没有用？哦，这么多。是。还有这些，是队长的，费了可大劲带过来的。哦，我想象中涡轮发动机的设计图，请先生再给我批一次卷。批什么卷？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我是谁。我演了半辈子的曾木这个人，演不动了。以前还想着要恢复自己的名士，自从破山走了之后，我想明白了，姓什么叫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是中国物理的命，而且我还是物理学的斗士。只要能把这个涡轮发动机研究出来，我死而无憾。父亲半生所愿，就是以自己的真实姓名发表学术文章，能用自己的姓氏回海伦城，祭拜母亲和曾家。那都不重要，不重要。张琪啊，知道了我的身世之后，你是不是觉得我冒名顶替很卑鄙啊？让你失望了吧？不说算了。我失望。我失望您骑6尺讲台，气视您如兄如父的学生，躲进大山里，看似思过，实则过上加过。无论您姓什么，血贯中西，半生育人的是您。我知道先生心中有负，西山好这回破山的，这些年先生必然已经算了无数遍，明知道自己没有算错，那更应该向那些真正的罪魁祸首去问责，来祭奠破山，还有海伦城的亲人们。学生都没有泄气，先生怎么能退缩呢？
父亲。父亲。说得好，说得好。无论您姓曾还是姓钱，您始终是张启的先生。来，知道这是什么吗？啊？西山号，没想到吧？西山号退役的第2天，我就跟教育长申请，把他交给我父亲了。这都不算什么。来，等一下啊，等一下。哎，啊，哎呀，看看这是什么？父亲负气出走，天下人皆知，海棠就提议由父亲把武丁甲带出赴华，我附议。海棠的主意，小姑娘长本事了。那这段时间，真是让先生担了重责。哦呦，还外道了，还担重责？那你们家海棠拿着它不担重责啊？啊，你先生拿着你就这么客气？切！我跟你说，要论藏东西，谁都藏不过我。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猜猜，那是什么东西？认识吗？这是 B25啊！哎，对喽，哼，我厚着脸皮管酒厂要过来，我想研究研究那发动机怎么改法。哎，我把它改成蜂窝式弹夹了，能化25枚55千克弹，或是2枚500千克弹。父亲，您哪来的挂弹啊？那挂的都是假的，做做样子。那西山号也是空的？对，就是做做样子。嗨，它就是个驱逐机，又没有轰炸功能。再说机型太老了，没有改的余地了。那都还能飞吗？这叫什么话？你以为老子在这儿是玩标本的吗？2架飞机都能飞，就是没有燃油。你怎么想啊？今天那条公路让我有点担心了。公路？梦中透云间缝隙，让思念无法藏匿。人是你，情是你，万物是你，而我已经沉寂记忆里。微风轻轻，时间消失，我追寻你千万里。折叠好一架架的纸飞机，就把约定在记忆。
科考甲骨刻字上有金白条，记录商王武丁与王后父子，甚至记录了父子是否牙疼。以后帮林先生做事别喝他的茶，他喜欢浓茶，你每次喝了都是顺口。中国国民对于西洋的文化由拒绝而屈服，对于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中国国民党是领导革命建设的国家的总机关，是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党。唉，我念不下去了。难怪老孟说，以国家领袖出版这种著作，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吴冉说的对，蒋介石写这本《中国之命运》，等于是公开的、全面的向共产党宣战，令人堪忧啊！进来。爸爸，学校门房有一封您的电报。电报？坏了，吴冉出事了。我就知道会出事。他不让我说，让我瞒着你们，说怕耽搁了林先生的书。现在该怎么办？该怎么办？艾菊，你别着急。日本人一直怕的就是殷代理法考的发布，现在书没发表，老林也一直在这边，所以我相信老孟暂时不会有事的。我现在就过去，把吴冉换回来。他们点的就是我的名字。不行，林先生你不行，老孟他去，就是为了你。爸爸，要去我跟您一起去。你怎么能去呢？你还是个孩子。下午有个班车去龙陵，到龙陵之后，我再想办法换车去那个苗关。你们俩谁也不能去。冈山信一的用意非常清楚，就是用老孟做威胁，就是为了阻止你发表殷代理法考。老孟之所以替你去滇西，也是因为殷代理法考，孰轻孰重，你难道不清楚？殷代理法考是可以延迟出版的，但是人命关天啊！孟无染像老母鸡一样护了我们这么多年，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让他搭上自己的性命。老孟要救，殷代理法考也要准时出版。这样，我替你去一趟红石。冈山点的就是我的名字，那我跟你一起去。你，钱英，殷代理法考的发表就交给你和海棠。记住，一天都不要拖。海棠，师母，您留下来发布殷代理法考。林伯伯，我跟你去滇西。你怎么来了，妈？你是不是知道了张启还有你爸的事儿了？张启，他怎么了？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去。你爸离开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他就是为了要保护林先生跟你。你要是去了，那他不是白白送死了吗？是啊，别急。3年前，张启就有所准备了。您放心，只有我去才能救爸爸。海棠，有件事情我一直放心不下。日本人虽然看似步步紧盯的要抢武丁甲，但我认为那只是一个幌子。他们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要抢一件文物那么简单。这些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武丁甲固然重要，但是研究它的人更重要。不管是康先生、林先生，还是孟伯伯、曾先生，他们才是国之至宝。武丁甲在这个乱世出现，最大的作用就是护佑国之文脉，
金先生当初设下此局，正是在这些研究中华文化起源的先生们有难之时，就启动计划。武丁甲交给我来处置，你就安心去滇西查出西山号的问题。武丁甲并没有丢失，它被我藏在了稳妥的地方。冈沙一直在阴谋推论文化侵略，抢夺武丁甲只是一个幌子，他真正的目的是阻止林先生发布印代立法考。伯伯，让我跟你去滇西，现在到了请君入瓮的时候了。不行不行，你不能去。你们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我就知道去了滇西的人现在都不知生死。没事，我看这事还是得求助政府吧。啊，你们说呢？啊，大家都在啊。我来陪林先生和海棠去滇西。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千英，在家听妈妈的话啊，把他们都安全的带回来。好了，放心吧。乖千英，南山，一定要小心啊！辛苦你了。路上注意安全。伯母，你好好照顾自己。让我回来啊。走了。爸爸，路上小心。妈妈，爸爸他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对，他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只是，日本人已经打下了贵州，如果滇西这一仗再打不赢的话，咱们就腹背受敌。假如日本人真的打到昆明，咱们怎么办呀？咱们中国人都是有骨气的，自古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滇池吗？以死明志。妈妈，但我认为，中国读书人除了冷静地选择牺牲之前，应该战斗，直到最后一口气。你们年轻人确实比妈妈更有勇气，更有智慧。那好，殷代立法考的战斗，就咱们母女俩一起打了。不到胜利的那一刻，绝不放弃。珍珠小姐，之前你一直保护我跟张琪，这一次还要麻烦你跟我们一块赴汤蹈火。你不是要请君入瓮吗？入瓮之后，你、林先生还有孟先生，未必能捉得住他。我当然得出一份力啦。其实，在北极阁，你也保护过我们。我常常感觉到，你身后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一种强大的信仰支撑吧。珍珠小姐，我也想跟你一样。海棠，我们是好朋友，遇到问题当然应该一块儿解决。你这次可以冷静地去滇西配合张启的计划，就说明你不必希望如我。我相信你只会做得比我更好。林先生，啊，我让我家老头子用运输机把我们先送到龙陵，这样是最快的。谢谢，只要能够尽快到达苗关就好。但现在日本56师团驻扎在苗关附近，
我觉得我们不能自投罗网。看来我们需要更多的帮手。有一个人，你一定愿意见到。